你好，我是阿狸，欢迎来到今晚的睡前故事。现在请你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，慢慢闭上眼睛，深呼吸。今晚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别的神仙天团，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八仙。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的故事，但是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这个超级组合的成员？在华语世界的文化想象里，这个本该是超级英雄的阵容，却充满了巨大的悖论。请你仔细看一看他们，这里有一个瘸腿的丑陋乞丐，他叫李铁拐；有一个倒骑着毛驴的怪异老头，那是张国老；有一个放荡不羁、天天宿醉的酒鬼吕洞宾。还有一个疯疯癫癫、性别不明的街头艺人蓝采和，这个阵容实在太古怪了，这根本不像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复仇者联盟，反而更像是一个由社会底层组成的失败者联盟。今晚我们要解开的就是这个最大的文化谜团，为什么在中国漫长的文化长河里，最终被大众选为全明星偶像的，竟然是这样一群老弱病残疯的社会边缘人？他们那残破的躯壳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我们怎样的集体潜意识？现在我们的故事正式开始了，这场跨越千年的寻仙之旅，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，在八仙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的史前时代。甚至在秦朝的兵马俑还未入土的时候，我们的先祖就已经被两个终极的哲学问题深深困扰了。第一个问题来自极具想象力的哲学家庄子。庄子受够了人间的各种束缚和沉重的礼法，他整天看着天上飞的鸟和水里游的鱼，他思考人究竟能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。于是他在《逍遥游》里虚构了一个理想的彼岸。他说，遥远的淼姑射之山上住着一种神人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。他们不吃人间的五谷杂粮，只吸清风饮露水，他们能乘着云气，驾驭飞龙，自由自在地游乎四海之外。这是一个多么轻盈飘逸的形象！庄子幻想出的仙是为了精神的绝对解脱，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另一个充满沉重人间烟火气的动机也登场了。那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的终极恐惧。嬴政刚刚统一了六国，站上了权力的巅峰，他征服了目光所及的所有土地和敌人，他几乎以为自己就是人间的神，但到了晚年，他却被生老病死这个最朴素的规律逼到了绝境。他发现自己也会老，也会死，他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于是他开启了历史上最盛大也最绝望的国家级寻仙行动。他要的不是庄子那种虚无的精神自由，他要的是物理意义上真实的肉体长生不老。方士徐福告诉他，东海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仙山。秦始皇毫不犹豫地倾尽帝国之力去相信。他派出了庞大的舰队和3000童男童女，带着无数珍宝驶入迷雾去寻找不死仙药。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，那位渴望永生的始皇帝最终孤独地死在了巡游途中的沙丘宫。为了掩盖尸体腐烂的臭味，他的车队甚至装满了咸鱼。这是一个充满了宿命感和极其讽刺的荒诞结局。就这样，仙这个概念在史前时代被彻底确立了双重特质，它一半是庄子渴望的绝对出世与自由，另一半是秦始皇恐惧死亡而产生的极度入世与执念。这种矛盾的原始设定为日后八仙的登场埋下了伏笔。历史的车轮继续无情地碾过汉魏的宫廷，来到了极其华丽外放的唐朝。因为唐朝皇室姓李，他们为了抬高身价，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后代，寻仙修道成了国家级的狂欢。八仙天团的童年时代也随之拉开序幕。那些最早的原型人物像孤独的孤儿一样散落各地，他们互相并不认识。第一个登场的是真正被载入正史的唐朝超级网红张国老。他的人设简直石破天惊，他来历不明，自称出生在夏朝之前的尧帝时代，活到了唐朝已经足足3000多岁。面对女皇武则天派来的使者，他直接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假死，身体瞬间腐烂，生出蛆虫。使者走后，他又活蹦乱跳地出现在山道上。晚年同样怕死的唐玄宗李隆基也把他请到了长安城。唐玄宗客气地试探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苍老。张国老笑着说，牙齿掉光了，有损形象，不如全换了。他当场敲掉自己所有的残牙，弄得满嘴鲜血，然后敷上神药，瞬间长出洁白坚硬的新牙。面对唐玄宗赐下的剧毒鸩酒，他一饮而尽，还嫌弃味道不好。唐玄宗彻底被折服了，但张国老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行为艺术。
他开始每天倒骑着一头小毛驴在长安城里游荡，他背对着前方，意味着未来不可预测，他不想看；他面向着长安的权力中心，却背道而驰。这意味着他看透了盛世背后的危机，却绝不参与。这是一种极其清醒高明的哲学避世。与他遥遥相望的另一个孤儿原型是钟离权。他自称是汉朝大将，其实是后人伪造的身份，因为汉朝代表着强悍和黄金时代的秩序。他一出场就是一个手摇蒲扇、体态丰满的胖道士。胖代表着福气，而蒲扇代表着军师和权威。他是带着建立秩序的使命来入世的，一阴一阳两极分化组合的元老已经就位。但一个传奇天团想要真正火爆，必须有一个绝对的 C 位灵魂。时代进入了内敛精致却极度焦虑的宋朝，八仙的青春期到了。宋朝是文人地位最高的时代，但科举制度也制造了最残酷的独木桥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考中就能做官，光宗耀祖。落榜就是彻底的失败者。在巨大的集体焦虑中，吕洞宾登场了。他颜值极高，风流倜傥，还会背剑写诗。但他最核心的人设却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落榜文人。在一个寒冷的傍晚，失意的吕洞宾在邯郸的客栈里遇到了胖道士钟离权。钟离权正在炉火上煮着一锅黄米饭，吕洞宾枕着道士给的青瓷枕沉沉睡去。著名的黄粱一梦开始了。在梦里，吕洞宾的人生简直开挂。他连中三元当了状元，娶了相国千金，一路做到了当朝宰相，权倾朝野，儿孙满堂。他活成了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完美模板。但在80大寿那年，梦境轰然崩塌，政敌诬陷皇帝猜忌他，瞬间被抄家流放。在岭南的独瘴之地，他变成了一个老病穷孤独的废人。就在绝望临死之际，他猛地惊醒了。窗外寒风依旧，道士钟离权还在微笑着扇火，那锅黄米饭竟然还没有煮熟。这个荒诞又慈悲的故事直接解构了世俗的成功。吕洞宾成仙不是因为考上了，而是因为他看透了成功与失败的游戏规则。他选择退出科举的内卷，这为全天下的焦虑文人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。随着宋代城市人口暴增，市民文化空前繁荣，天团必须下沉吸收底层元素，于是丐帮的李铁拐加入了。他本是高人李玄元，神出窍去游历仙境。徒弟因为母亲病危，提前1天烧毁了他的肉身。游荡的元神为了不消散，只能钻进一个刚饿死在路边的瘸腿乞丐体内。最丑陋残破的皮囊装进了最超脱的灵魂，但他却拿着装满仙药的葫芦，成了底层百姓最需要的疗愈之神。接着加入的是最仙风古怪的蓝采和。他性别模糊，一男一女，穿着破烂的蓝衫，只穿一只靴子。他一边在街头打着拍板跳舞，一边唱着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。他用疯癫嘲笑着世俗的功名利禄，李铁拐的残破和蓝采和的疯癫让成仙彻底民主化了，自由不再是精英的特权。乞丐、边缘人和疯子都有权追求逍遥。历史的车轮转入元朝，中原社会结构被彻底粉碎，读书人地位一落千丈，取消科举让他们成了精神流浪汉。他们无奈走进勾栏瓦肆，写起了元杂剧。道教全真派也急需拓展民间影响力，两股力量汇聚，开启了八仙的中年时代。为了让戏剧充满冲突和平衡，为了让天团的人设毫无死角，一场伟大的补全计划开始了。代表正统儒家的学霸韩湘子被强行空降。他是大文豪韩愈的侄孙，他用道家的自由辩赢，并点化了代表儒家秩序的叔叔，这彻底征服了文人的心。紧接着，代表皇权富贵的曹国舅登场了。他是皇后的亲弟弟，处于社会的绝对顶层，但他看穿了宫廷的丑恶，主动放弃了荣华富贵去修道，这证明了自由比最高权力更具价值。最后，为了弥补全男团的阳刚之气，代表纯洁慈爱和家庭守护的女性何仙姑手持荷花，温婉入场。至此，八仙在元杂剧的大熔炉里正式成团，锁定阵容。仔细看看这份名单，简直是个奇迹：军官、贵族、文人、平民、女人、乞丐、疯子。这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社会切片，无论你身处哪个阶层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。明代到来，市民文化更加繁荣。作家吴元泰写下了粉丝同人小说《东游记》，八仙迎来了合体的终极团战，他们给西王母祝寿，回来路过东海。不羁的吕洞宾提议不坐官船，各凭本事渡海，这就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他们拒绝使用体制内的交通工具，彻底激怒了代表旧秩序的东海龙王。
双方爆发大战，最震撼的是，他们渡海的法器并不是杀戮武器，葫芦荷花、蒲扇花篮、笛子玉板鱼骨，这大多是乐器植物和生活用品。他们是在用音乐和艺术之美来消解沉闷的秩序，渡过苦海。到了清代，这个传奇天团步入晚年，开始退休。他们变成了年画和瓷器上的按八仙符号，只画法器不画人，彻底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。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个终极问题了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老弱病残风的联盟，是因为他们满足了我们既想入世疗愈，又想出世逍遥的矛盾心理。他们是最像凡人的神仙。在今天这个充满压力的时代里，当你上班累得精疲力尽，想要躺平时，你就是那个倒骑驴的张国老；当你厌倦了内卷竞争，想要逃离时，你就是那个黄粱梦醒的吕洞宾；当你形体病痛或者被社会排挤时，你渴望灵魂能像李铁拐和蓝采和那样残破却自由。八仙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巨大而温暖的情绪茧房，用千年不变的声音告诉每一个焦虑的灵魂，真的没关系，哪怕你是个失败者，是个边缘人，你依然有资格各显神通，度过你的人生苦海。好了，今晚的加长版睡前故事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的耐心聆听，深呼吸，晚安，祝你好梦。